Hello, my friends！ 这次终于来到了一直都很想来的京都，想着可以边逛边把喜欢的细节都记录下来。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，人是真的非常的多，许多地方都比预想中的还要拥挤，而且9月份的天气也很炎热，所以这次旅行就临时改了许多计划，放弃了一些原本安排好的路线，更多的是在热闹背后临时拐进一个计划之外的景点。所以这次的影片也许会给大家一些避开人潮、佛系游京都的灵感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旅程开始吧。首先介绍一下上期视频中很多留言询问的这间酒店，它原本呢是一条有100多年历史的小巷，改建后两边成了传统的木屋，还有许多的纸灯笼，晚间的氛围看起来会特别的穿越。接下来给大家开箱看看我们这次的房型。酒店提供5种房型，分别是竹、水、石、花、叶。我们这次入住的房型呢是竹。房间本身其实不算特别的大，但布局有些巧妙，像玄关、榻榻米还有浴室的设计都让人觉得很放松。不过卫生间在1楼，卧室在2楼，这点可能会对一些人来说不太方便。而且因为原本的结构，上楼要爬很高很陡的楼梯，这一点我也觉得不是很友好。但有一说一，2楼的整体感觉还是挺舒适的，装饰和细节也都围绕了竹的元素，有种优雅和沉稳的感觉。而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点是，除了丰富的酒店用品以外，他们还准备了不少免费的酒水和小吃。所有的客房都还配有半露天浴池，可以用酒店提供的浴盐舒舒服服的泡个澡。第一晚入住的时候，桌上还放着欢迎的茶点和手写的感谢信，而且每晚都会有一份简单的宵夜。除了这些，进门处还有一间提供很多茶点的 lounge 可以探索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租借和服因为2年3年版附近的店一般下午5点钟就都关门了，所以为了预留出更多的时间当日归还的话，我们这一次预约的是4条乌丸店。现在穿好和服后，我们就去附近的平等寺去求几只猫咪服。平等寺也叫英幡堂，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寺庙，整体的氛围会安静很多。从4条那一带走过来也很方便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，据说是为了供奉药师如来而建立的。所以很多当地人就会来这里祈求健康、身体平安。不过它现在更有名的一点在于保护小动物们的健康，所以吸引到了很多养宠物的游客前来拜访。他们会在这里祈求保佑，也会把美好的心愿写在绘马上。
这里也会售卖很多宠物主题的纪念品，比如有很多造型可爱的小摆件，还有最受欢迎的猫咪玉手。逛下来的话，会觉得特别的治愈。Cooper、套玩还有猛龙买了3个猫咪服。原本呢，我们是打算接着去清水寺，再一路逛到3年坂、2年坂这些经典的路线。结果一到清水寺附近，就被人流量直接给劝退了，有一种你不走也会被人群推着走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当下就决定直接去吃午餐。无爱山房是米其林3星的餐厅，菊乃井的旗下品牌。我们这次体验了每个月都是不同菜单的食语便当。来之前需要先预约中午的用餐时间，摆盘特别精致，整体的菜色围绕了当下的季节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食语饭，它是把新鲜的鲷鱼刺身和细腻的山药泥还有芝麻酱拌在一起，再搭配热腾腾的米饭，整体吃起来就很有满足感。搭配别的小菜也很好吃。下午茶的菜单上有很多的热门甜品，最出名的是浓抹茶巴菲，有2球非常浓郁的抹茶冰淇淋，搭配了白玉、抹茶冻、戚风蛋糕，还有红豆，整体吃起来不会很甜腻，是那种带有一点微苦的大人感风味，一层一层的吃下去很有层次感。另外还试了他们的古早味布丁，是带着一些苦味的焦糖风味，也很不错。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之后，就觉得错过一些景点也没那么遗憾了。离开餐厅后，我们就徒步去了一些人相对少一些的景点，比如附近的八坂神社和庚申堂，都比清水寺一带轻松很多。如果有祈愿祭一类的祭典活动，常常会在祈愿附近的八坂神社展开，而平时也有当地的人会来这边参拜。它最标志性的就是入口那个红色的大门和许多悬挂着的灯笼。白天的时候这里就显得比较生活化，但一到晚上把灯笼全部点亮之后，这里的氛围会立马变得非常出片。之后我们又慢慢跟随人群的脚步，走到了不远的八坂庚申堂，途中还会看到标志性的八坂塔。一进来就会看到5颜6色的小布球，它们都被叫做库库利扎鲁，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被捆绑住手脚的猴子，代表一种把自己的欲望绑起来的信仰象征。人们觉得往往需要先抑制欲望，才更容易将愿望实现。八坂塔这一带既有像阿拉比卡咖啡这样时尚的店铺，也有像卖团子一类的传统店铺。今天的最后一站便是伏见稻荷大社，首先来到的是历史悠久的楼门。400多年前，丰臣秀吉为了给母亲祈福，在他康复后修建了楼门来还愿。接着走会看到这里的本殿，同时也是日本全国3万多间稻荷神社的总本宫。本殿的附近还有独立运作的东丸神社，这里供奉着保佑提高学术水平和通过考试的神。
为鸟居是这里的一大特色，所以也会有鸟居形态的绘马，看着就像一个个的迷你鸟居。除此之外，因为狐狸被视为稻荷大神的使者，这里也会有特别的狐狸绘马。虽然这些绘马看着和传统的形态非常的不一样，但也都承载着不同的祝福。那么这里最独特的景点还属千本鸟居。红色的鸟居一排一排的延伸上山，在现场看会比照片里的更加震撼。像类似朱砂的这种偏红的颜色，在日语里带有明亮和希望的含义。江户时代的人们在参道上不断奉纳鸟居，于是就慢慢形成了现在有名的千本鸟居。大家如果有力气的话，可以继续往山顶走去。不过我们今天的话，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。我们现在回去还和服啦。在离开前，还可以逛一下车站附近的超市，这里有很多以稻荷大社为主题的小物，适合送人，也可以自己留作纪念。要还和服了，才发现今天一整天都没怎么穿他们给的木屐，因为实在是走不动路啊。那么京都一日游就先到这里啦，在下期的视频里，请大家继续跟我一同前往宇治，拜访世界闻名的抹茶产地吧。